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聊东亚社会一种常见的流行文化，就是男性对战斗美少女这类角色和叙事的迷恋，顺便也想和大家探讨一下白瘦幼审美。之所以想聊这个话题，起因于我偶然在 B 站上看到一类用 AI 生成的钢卷少女的视频，场景通常设置在工厂或者工地里，内容是穿着日系校服的少女轻而易举地搬运几吨重的钢卷，或是把卡车举到头顶，甚至是穿着泳装站在上千度高温的钢水里炼钢。评论区的互动也很有趣，基本上都是围绕这种纯粹虚拟的叙事做各种想象和推理，比如如果惹她害羞了，一巴掌打过来会怎么样？还有人说这种女生彩礼要300万，我都不吱一声。千万年后，外星考古学家找到了人类力拔千钧的证据等等。我们说，评论区和原创者之间的这种互动，也可以视为一种二次创作的行为。传统文学或影视作品遵循的是从作者到读者单向传递的逻辑，作者拥有对作品的解释权，读者和观众要去解读文本。而在当代的 ACGN 文化，也就是日本动漫及小说的文化中，这种开放的叙事是相当常见的。每个观众都在生产文本，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其中，其中某些文本会由于契合了大众的情绪而迅速走红，成为一个网络魔音，影响力甚至大大超过原作。作为一个对各种社会现象很感兴趣的人，我当时就觉得这类视频非常有趣，于是我就把它们先收藏了。过了几天，我偶然读到了日本心理学家斋藤环的著作《战斗美少女的精神分析》，突然就涌现了很多灵感。我觉得这类视频也可以视为战斗美少女审美的一种变形，也就是超能力少女。对这类少女的欲望投射是一种相当有东亚特色的文化现象。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详细聊聊这个话题。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首先，我们说对战斗美少女投射性欲的主体就是所谓的御宅族 Otaku。我们这里之所以不使用宅男一词，是因为中文的宅男虽然也是起源于日语，但它在中文语境下主要指的是不爱出门社交，而日语的 Otaku 则不仅含有这个意思，而且更强调热爱动漫、游戏等亚文化的特点。人类的性欲投射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事情，不过战斗美少女是一种特殊的性欲课题。在日本动漫作品中，常常出现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年轻女性，她们或是手持武器，或是拥有很好的功夫，或是拥有某种魔法。在这个意义上，钢卷少女当然也属于战斗美少女的一种变形。然而，她们的形象却总是纯洁、柔弱和甜美的，这与她们的超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比如钢卷少女总是穿着校服，身形纤瘦，面容幼态，这意味着她们是柔弱和需要被保护的。然而她们却能够徒手搬钢卷，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相当男性化甚至是机械化的力量，并且她们在做这种事情时仍然维持着轻松和天真的表情，这暗示了这种超能力对她们来说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而非后天辛苦锻炼的结果。这极大地消除了超能力本身带来的攻击性和压迫感，使其变得奇幻、安全和无害。不过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他们都是完全虚构的动漫角色，也是永远无法真实接触的。那么御宅们为什么会对这种虚幻的角色倾注性欲呢？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日本动漫产业有意无意地塑造了战斗美少女这一符号，并在数十年的演化中，将其与个体的性欲望、救赎幻想、焦虑的代偿等复杂心理关联起来。1966年，电视动画《魔法使莎莉》在日本首播，该剧受到了美国电视剧《家有仙妻》的影响，只是把原剧中女主家庭妇女的角色变成了少女。日本的改编刻意强调了年轻化，该剧可以视为魔法少女这个题材的开端。随后，宫崎骏、
手冢治虫等动画大师创作了不少经典的美少女战士角色。到70年代，这一题材出现了更为直接的性描写，例如1973年永井豪的作品《甜心战士》中，当女主人公变身时会出现裸体。70年代家用录像带的普及和推广，极大地促进了这一亚文化的发展。1975年电视动画《红花侠影》首播，该剧讲述了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位蒙面骑士与腐朽的法国宫廷战斗的故事，而这位蒙面骑士就是一位少女，而反派之一的玛丽王后则是一位强大且成熟的女性。在战斗美少女题材中，未成熟的少女等于善良正义，而成熟女性等于邪恶的逻辑是很常见的。另一个典型的案例则是五内直子的美少女战士，女主人公月野兔本身是一个爱哭的普通女孩，她偶然救了一只神秘的猫，于是她就成了月亮的化身，被赋予了从坏人手中拯救地球的超能力。在动画中，月野兔变身的场景也很有特点，她念动咒语，右手一滑，眼前的风景瞬间消失，在变身的某一刻出现了全裸的画面，随后她重新穿上了美少女战士的水手服。月野兔和其他几位少女发誓要与恶势力战斗到底，这个恶势力就是冰女王。在美少女战士中，性感成熟几乎等同于邪恶的，而拯救世界的则是天真可爱的少女。无需列举更多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动漫产业的确是在有意无意地塑造这样一种少女的意象。在这些作品中，少女的强大并不是出于成熟的选择或意志的觉醒，而往往是由命运、道具或某种天赋力量的结果。这种力量不是他们主动争取的，而是被外部赋予的责任，这使得他们保持强大能力的同时，又能维持被动、无知和天真的状态。这其实是一种相当有日本特色的文化，正如作者所说的，战斗美少女只能诞生于日本空间。西方作品中同样有大量的女战士，然而这些女战士是有内心世界和精神发展史的，比如她们经历了某种创伤，而她们的强大往往意味着对创伤的克服和升华，这是一个克服困难、抛弃旧我、走向成熟的过程。即使有战斗少女，那么这些少女的战斗力往往也是以牺牲自己的女性特质为代价，而不是如同日本的战斗美少女那样永远保持纯洁、天真和未成熟状态。这也很符合现实，一个人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或者战斗的欲望，一定有某种个人化的原因，比如创伤、复仇、好胜心等等，不可能出于自我意识完全未开化的状态。而在日本的战斗美少女题材中，少女们被刻意剥离了创伤，即使她们在剧中看似遭遇了某些创伤，但这种创伤并未构成她们人格发展的动力。她们可能因为某些创伤而黑化或者堕落，但是从角色的核心状态和存在模式而言，仍然是重复和非线性的。即便女主人公看起来解决了某些困难或者经历了情感变化，这些往往只是推动这个循环持续下去的燃料，并没有带来主角的不可逆的成长。最终，他们仍然会回到那个纯洁善良的初始设定之中。这就使得日本的战斗美少女们始终是未成熟的，她们的青春期被无限的延长，而她们的战斗动机始终是模糊不清，或者说非常简单的，比如拯救人类、为了正义、为了守护世界和平等等这些相当抽象和理想化的东西。但我们知道，这些抽象的东西是不足以支撑一个现实的人的，因为现实中的人的行为动机需要建立在个体性之上，也就是与自己的独特经验、欲望、经历建立深度的联系，否则是无法产生持续行动的。能够为这样一些完全抽象和空洞的口号去不停战斗的人，只可能是处在一种自我意识完全未觉醒的状态，但现实中这样的人又是不可能拥有强大能力的，这就使得这样的角色显得空洞和缺乏真实性。然而，观众恰恰喜欢的就是这一点。战斗美少女的内心世界被剥离，这正好使她们成为了拉康所说的小客体 A 的完美载体。如果美少女们没有真实的个性，也就没有不可预测性，
没有缺点，它不是他自己，而是可以由任何一个人去投射的背景墙。这样的一种美少女可以与当事人进行完美契合，她拥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超能力，不会衰老，不会背叛，还拥有一种未开化的自我牺牲精神。她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主体的幻想。只要沉浸在这个幻想中，就不必去面对与现实中他人交往所必然面对的复杂和痛苦，而可以尽情在一个安全和可控的虚拟世界里体验被爱和性欲投射的感觉。中文互联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前段时间很火的 Doro。然而，这样的快感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它就像一个原地打转的陀螺。个体虽然可以通过重复的消费和沉迷来不断刺激这种快感，但这种刺激最终会导致更深的空虚。虽然现实中的他者总是不可预测的，然而取消了他者，或者说把虚构角色完全作为自己的延伸，其实也就把自我同样给取消掉了。人的主体性恰恰是在与他者的互动、碰撞，甚至是斗争中被建立和确认的。一个永远对你说是的他者，最终会让你的存在变得毫无意义。当我爱一个人时，我一定希望对方也能自由地爱我，而不是被迫地爱我。但对方有爱我的自由，也就意味着他同时也有不爱我的自由。人心是最不可预测的，这就使得我的被爱从根本上处在一种不确定性之中。然而，能够完全确定的爱必然不再是爱了。一个真实的人会用他的独立意志来让你感到意外，用他的缺点来打破你的完美幻想。这在当下可能是让人不适的，但正是这种真实的闯入，才能够破除封闭的自恋的闭环，使一个人去适应、去成长、去创造出共同的、独一无二的故事。这是任何预设好脚本的幻想都无法给予的。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否定这种对虚幻客体的沉迷，在我看来，这只能说是一种症状，而非本质。相信经常看咱们频道的朋友能感受到，我对于很多心理现象，比如自我贬低、拖延、成瘾等等，从来都不是主张去直接的批判和消除症状，而是关注症状之外的现实问题。至于症状本身，则是有某种用途和功能的，它常常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心理结构，使其能够忍受和防御现实的痛苦。正如我们在去年4月的那期讨论游戏成瘾的视频里所说的，很多家长和学校批评网络社交的危害，并认为学生只有在学校里与人接触，才能够培养社会化能力。网络社交的确不如现实中的人际支持来得深刻，然而中国的很多学校并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人际支持。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没有良好的人际支持和亲密关系，那么从网络中寻求社会支持，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因此，很多所谓的症状，很可能是当事人在现有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最不坏的选择。另外，我也并不认为一个走出了这些症状的人就要放弃 ACGN 文化，真正重要的是他与这一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 ，ACGN 不再是他用以逃避现实的症状，而是成为他创造性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他不再仅仅是内容的被动消费者，而是开始主动的创造。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同人画师，一个小说作者，一个游戏开发者，一个评论家或自媒体博主。他将自己那份独特的激情和知识转化成了一种可以与他人交流、可以介入符号界的实践。他不再把二次元老婆当成一个需要去融合的完美客体，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激发自己创造力的缪斯女神。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吧，下期视频我们会继续探讨这种审美的深层原因。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
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